我叫杜婉照，世代养鸭，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当鸭王。可惜生在战乱饥荒年头，见不得流民饿死，就收留他们帮我养鸭杀鸭，我管他们温饱。来的多是青壮汉子，干活实在，对我也恭敬，就一点不好，这帮爷们干活总爱光着膀子。我也想过说道，可转念一想，饭都吃不饱，还穷讲究个啥？庄主，不好了，官差来了！跑什么？咱们又没犯事儿。满院赤身男子四处逃窜，你这鸭庄到底是何营生？大人，民女杜婉照就是养鸭子的。养鸭子？养鸭子需要这么多光着身子的男人？你这些鸭子可曾提供过上门服务？大人，民女只在这里养鸭，有货郎定期来收，从不派人上门的。是吗？可本官听说，临县青楼点不到的好货，都从你这儿进。大人，他们说的鸭子是那个意思。有人向本官举报，你以养鸭为名，实则经营暗娼。大人明鉴，民女冤枉。民女真的只是养鸭卖鸭，我要是知道他们说的是那个意思。全完了，鸭子没了，鸭庄被封了，那些流民兄弟也不知道怎么样了。我杜婉照行得正，坐得直，怎么就成暗娼老鸨了？明天是不是就要被拉出去杀狗食猪？现在没有旁人，你再说一遍，你到底是不是老鸨？大人，民女对天发誓，真不是。要杀要剐随您处置，但我担得起清白二字。你好生待着，本官自会查明。那眉眼，那轮廓，难道不可能？我不过是个养鸭的，却被冷面御史误认为是经营暗娼，扔进了这地牢。爹娘早逝，我守着荒场讨生活，只想做个清白鸭王，怎么就落得这般境地？更让我心慌的是，那御史的眉眼轮廓，竟像极了3年前那个温柔爱笑的小白。那些鸭子品质倒是不错啊，谢谢大人夸奖。民女烤鸭的火候和用料都有讲究。本官说的是你院子里那些干活的。大人，我就是看他们可怜才收留下来，管口饭吃，让他们帮我干活，从没提供过别的服务。是吗？可本官怎么觉得杜庄主你很会挑人呢？模样也都周正。我没有，我是清白的，我的鸭子也是清白的。你最好祈祷，查出来的账目和你的嘴一样清白。哟，就这丫头，听说你院子里养了一群光腚男人。差爷明鉴，民女真是清白的。得了吧，是不是的？等查完账本再说。差爷们儿不信，我烤的鸭子十里八乡都有名儿，要不我给您几位露一手，保证实打实的好吃。行啊，要是吹牛，可别怪爷们儿不客气。去，你给他准备食材。香，真他娘的香！长你的！没想到这年景，一个女子不光能立住脚，还能收留那么多人。那是，不是我吹，我什么都能养好。你们御史大人，我都养过呢。御史大人，你养过他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喝多了，胡说八道的，差爷千万别当真。3年前战乱，我在河边捡到一个浑身是血的男人，他自称小白，在我这儿一躺就是几个月。从别扭到亲近，他教我识字，我给他讲养鸭趣事。那天他问我，天下太平后你想做什么？我说当鸭王。他看着我，眼睛很亮。我想他话都没说完，马蹄声骤响，K1人马队疾驰而来，白慎行瞬间变脸，将半块玉佩塞进我手里，低声地说道：等我回来娶你。我等了半年，春去秋来，玉佩摸得温润，人却没回来。后来货郎说京城新来了位御史，叫白慎行。原来那句娶你和改天吃饭一样，不过是句客套。3年了，要不是这次他把我关进死牢，我几乎要忘了这段往事。忘了也好，有些梦做一次就够了。杜婉照，你不仅没赚钱，反而倒贴了64两银子，你做的是哪门子生意？民女不懂生意，只知卖鸭换粮，粮能让人活命。自己都难活，为何不遣散他们？赶他们走。这世道，走出去就是死。我这儿有口饭吃，就是给一条活路。我既捡你回来，就得给你一条活路。账目清晰，所行确为善举。
然聚众杂乱，有伤风化，为肃清风纪，杜晚诏。明日午时问斩。好一个肃清风纪。白大人，我看着他那张冷漠的脸和记忆里温柔的小白重叠又撕裂。白慎行，你翻我账本，看尽善举，原来只是为了找一个更合理的杀我的理由。我被打入死牢，万念俱灰。第二天，我押庄那47口人竟全跪在了县衙门口，用血书为我喊冤。反了天了！你那庄子的人跪了一地，举着血书，杜娘子是好人。你们怎么这么傻？杜晚诏，跟本官来。牢门打开，白慎行将我带去书房，告诉我他错判良善，与我道歉，竟要我留在他身边做事，算作补偿。补偿？我这几日的惊恐绝望，庄户人性命的跪求，在他眼里只是一场能用补偿抹平的无妄之灾。民女只想回鸭庄养鸭。好，但需等朝廷正式回文。朝廷回复，杜氏女无罪，即日释放。清白回来了，心里却空落落的。白慎行放我出狱，我给他磕了头，却在他伸手扶我时一把甩开。谁要他的假好心？民女，谢大人明察，此事已了。您是官，我是民，本非一路。民女只愿养鸭，不想与官家再有瓜葛。好，如你所愿。杜晚诏，晚诏，是你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清早回到鸭庄时，我愣住了。院子里不仅被翻修，还堆满了粮食。李老汉见是我，眼圈立刻红了。杜娘子，您可回来了？这是衙门送来的，御史大人特拨的。我去还了。粮食太过贵重，民女受不起，请大人收回。你觉得这是施舍？民女不愿欠下还不起的债。好，走吧，我亲自去取。大人，你在做什么？还债。还债？这个你也不记得了？3年前，白慎行奉密旨查案，遭暗算重伤，我将他拖回来，守了3天3夜。可离开鸭庄回京路上，他再次遇刺，头部重创。醒来后，关于我的一切全都忘了。直到在牢里看到你倔强的眼神。晚诏，我不是故意负你。一句忘了就行了吗？我等了你3年。对不起，你受的苦，都是我欠你的。我不是来施恩的御史，我是来还债的小白。3年前那桩未了的军饷案，那些害他重伤失忆的人，知道他没死，如今又记起了一切，会不会再次找上门来？这一次，会不会连我和鸭庄都一起拖进深渊？白慎行那个吻，害得我整夜没睡。他是御史，我是养鸭女。3年前他忘了我，3年后谁能保证不会再有下一次？我逼着自己疏远他，他却日日来。大人不必日日如此。你就没想过，我是真心喜欢你。今日您喜欢，明日回了京城，还会记得我吗？等我处理完京城的事，就回来娶你，再也不走了。大人，京城急报！白慎行看完密信，面色一沉，立刻备马回京。这次回去有危险，对不对？还是军饷案？白慎行在我额头印下一记吻，翻身上马，转瞬便没了踪影。几日后，鸭庄里院门突然被狠狠踹开，7、8个地痞竟直闯了进来。管事的是谁？这庄子该交保护费了。这位大哥，我们小本生意没什么钱。没钱？我看你这小娘子倒是值几个钱。啊！你们是什么人？敢管赵员外的事？回去告诉赵永福，这庄子他碰不得。陈七是白慎行派来护我的。赵永福2年前就想强买我鸭庄，他原是粮草贩，5年前勾结粮草官王德海发家，王德海早已暴毙。如今他以药材为幌，实则倒卖军需。陈七递上密信抄见，神色凝重。娘子，此地不安全，属下建议暂避风头。不行，我走了，庄子里这些人怎么办？陈大哥，帮我送封信，送去刑部，给周行者侍郎，就说白慎行未过门之妻杜晚诏替夫成正。白慎行，这封信是我们的生机，还是会引来更快的杀身之祸？1个月后，圣旨突然降临鸭庄，皇帝竟亲自下旨为我和白慎行赐婚。
庄里欢腾，我却如坠冰窟。这道人人艳羡的圣旨，于我而言，不啻为一道华丽的枷锁。白大人御前跪了5个时辰呢，这是他托洒家给您带的信。君想案已破，主犯伏诛，此案了结，我终于可以堂堂正正来娶你。7日后我来接你。阿姐，你不想嫁，对不对？阿姐怕进了高家大院，再也不是养丫的杜婉照。爱他是真的，怕失去自己也是真的。若婚姻是埋葬我的坟墓，我宁可背负骂名，也要保全脚下这片能自由奔跑的泥地。民女志在田野，不堪肛门。此去山高水长，各自珍重。我再次选择了逃离，不是逃开他，是逃开那个注定会扼杀我的命运。白慎行，对不起，只是这道抗旨逃婚的罪，我又该如何背负？我抗旨逃婚，一路南下，化名杜月，在江南小镇买下荒地，重建鸭庄，收留孤弱。人渐多，积蓄却渐空。北方养鸭法在江南水土不服。柳氏提议试试腌鸭子，我闭门钻研半月，第一炉酱鸭出炉，浓香满庄，香气引来了南来北往的客商，妒忌酱鸭名声鹊起，麻烦也接踵而至。东家，不好了，沈家来人了！杜娘子真是好兴致，这条命比谈话要紧。沈家出本钱铺面，娘子出手艺，55分成如何？不如何？小本生意，不敢高攀。沈家可让酱鸭卖遍江南，你7，我3，诚意十足。我的答复是：我10，你0。拒绝沈家便是捅了马蜂窝，但更让我脊背发凉的是，我的名气越来越大，那个在京城找我的人，会不会也顺着这香味找到江南来？我新调的秘制酱料就在灶房失窃了。阿生一口咬定是沈家干的，他们以为偷了配方就能成事。那罐酱里，我可是加了足量的巴豆粉。听说沈家后厨一众试吃酱鸭的厨子跑了1天茅房，人仰马翻。沈公子脸有点绿，是气的还是拉的？杜婉照，哼，该叫杜月，这名字改得太潦草。京城逃婚女子拒了御史婚事，卷圣旨跑路，这事若传回朝廷，会如何判？你想说什么？嫁我为妾，鸭庄当嫁妆，配方归沈家，我保你平安。3日为期，逾期不候。沈清舟走后，阿生说去山里躲避，我告诉他别怕，我会找帮手。当年他是军中医官，后来隐居江南，组建了个姐妹互助的组织。秦素姐姐，阔别多年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当夜，我趁夜换衣去互助会联络点，秦姐姐一眼认出我。我告知她被沈清舟刁难，她冷笑后出主意，要将我的事编成《金国奇女子传》，让说书人讲遍江南，3日帮我洗白。次日，茶馆说书先生便讲起了新段子，沈清舟果然在位上门。可秦姐姐面色忽然一沉，语气严肃地对我说：“有2个消息，一好一坏。”啊？什么消息？好消息是白慎行在江南查盐务，暗地在找你。你酱鸭名声响，他定是寻着来。他真来了。坏消息是赵永福的儿子赵明轩也逃到江南，想东山再起。他若知道你在这儿……秦素拍了拍我的肩，眼底的了然更让我窘迫。白慎行追得紧，赵家要杀我，沈清舟还想纳我为妾。他笑着安抚，让我称病去绣坊暂住，还让他试新研制的染发剂。7日后果然头发变绿了。4日夜里，鸭庄遭袭，不偷银子，专砸酱缸。阿生认出对方佩刀刻着赵家家徽，慌慌张张来报信。他们留了话，说3日内要东家的命。半夜赵家杀手又来了，我见一个杀手直奔孩子藏身的柴房，便抡起铁锹拍猛他。那人晃了晃脑袋，转身朝我砍来。刀落之际，秦素带人赶到。敢动我妹子，尝尝老娘的笑断肠！该醒来时，我躺在一张陌生的床上，门开了，沈清舟端着药碗进来。杜娘子醒了，为护孩童舍身挡刀，沈某佩服。这是哪里？秦素和孩子们呢？沈家别怨，跟了我，沈家可护你周全。另外，也能替你清理赵家余党。这是逼婚？是救命。你若不愿，杜婉照的身份明日就会在府衙案头。我被困在这华丽的牢笼整整3日，直到傍晚，楼下突然传来激烈的打斗声。我挣扎爬到窗边，只见一道日夜思念的身影正浴血厮杀，是他，他来了。天刚亮，衙役借查文书之名刻意刁难，柳氏采买时遇镇上商铺集体涨价，阿生又抱运酱鸭的货船被市舶司以手续不全扣押。秦素直言沈家在江南树大根深，劝白慎行莫要硬碰。网越大，破绽越多。次日，沈清舟带着一众江南官员浩浩荡荡到访鸭庄，气势逼人。胖知府率先发难，
称担忧白慎行耽误朝廷大事，盼其早日离去。白慎行慢条斯理沏茶回应：本官在何处，何处便是朝堂。见官员们步步紧逼，他取出明皇密旨展开，清朗声道：江南盐铁私贩猖獗，官商勾结，奉命彻查。他目光直指沈清舟，询问其是否了解盐铁走私。沈清舟强装镇定否认。官员们冷汗涔涔，慌忙告退。沈清舟离去时，回头望向白慎行，眼神里满是不甘，惊惧与狠厉。沿岸之火已燃，沈家在这浑水中究竟陷得多深？院外嘈杂伴着哀嚎渐近，我心头一震，白慎行来了。沈清舟立于廊下，怒喝其私闯民宅。杜婉照在哪儿？只有未婚妾室杜月。话音未落，便被踹倒。白慎行撂倒护卫，踹开房门，见我背上绷带，瞳孔骤缩。我来晚了。他抱起我下楼，沈清舟带人阻拦，称我是沈家之人。白慎行沉声表明我是他3年前定下的未婚妻。恰逢秦素带伤赶来怒喝，沈清舟无奈让步，我们得以脱险。圣旨已下，为何要跑？进了御史府，我便不再是杜婉照了。京城会磨掉现在的我。那就不回京，我留江南。御史之职能辞能调，你在哪儿我便在哪儿。我要娶的是杜婉照，非御史夫人。我原以为沈清舟只是贪图我的酱鸭配方，却不知他香料铺藏着隐秘。白慎行帮我铲了几日鸭粪，这天午后忽然神色凝重。我正喂鸭，他举着铁锹问及酱鸭里的香草来历。我回道说是沈家香料铺的，说是塞外珍品，2两银一钱。他当即扔下铁锹，拽我进屋，掏出查抄赵家时的走私账册。你看，经沈氏铺中转，底价10两1斤。10俩？他卖我半俩1钱，这根本不是同一东西。白慎行立刻喊来秦素。秦素查验后神色凝重，这不是香草，是眼味草，专遮铁锈味，是走私铁器用的，长途运输易生锈。他利用我的鸭酱生意洗白走私链。不止你，沈家江南10几家香料铺，全是幌子。好一个沈清舟，把我当棋子，这罐香草成了刺破谎言的铁证。既然他拿我当棋子，这盘棋该换人下了。白慎行决意反击沈家，共商反击良策。我继续购买沈家香料，记录来人、车辆等证据。秦素动用江南姐妹的情报网络，紧盯沈家流出的特殊香料去向。白慎行则亲自会面沈少。他城府极深，你要小心。放心，该小心的是他。不久，秦素收到密信，沈家船只深夜驶入官营盐场码头，私贩盐铁乃是死罪。我不顾白慎行劝阻，扮成盐工家眷，挎着竹篮混入盐场，躲过监工，在货堆后发现破口麻袋，里面是比官盐更细白的私盐，袋上赫然印着赵家徽记。我屏息后退，不料撞上一人。杜娘子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！赵公子，我来送饭。送饭？送到这码头盐仓来了，是白慎行让你来的吧？赵明轩眼神骤狠，我手摸向药囊。就在此时，盐场外响起刺耳号角，白慎行带兵赶到。赵明轩见状狂笑，吹哨召来数10名持刀汉子，盐场瞬间大乱，工棚起火，里面困着老弱盐工和孩子。我不顾秦素劝阻，冲进火海。护住2个孩子时，头顶房梁塌落，我只觉后背剧痛，陷入黑暗前，见一个熟悉身影劈开烈焰冲来。可算醒了，白慎行那傻子守你3天3夜。秦素姐姐说，白慎行还为了救你断了2根肋骨。婉照，你昏迷时说的话，我听见了。我说什么了？你说怕变成笼中鸟，怕失去自己，还说很想我。几日后，沈清舟到访，为昔日逼婚致歉。他放下一个木盒，盒子里是沈家与赵家勾结走私的总账。半月后，圣旨降临鸭庄，白慎行擢升1品御史。杜婉照，你愿不愿意收下我这个除了产分没什么本事的男人，做你的丈夫？恭喜恭喜！好，但得签契书。契书？第1条不准拦我养鸭，第2条不准嫌我头发绿。都依你。第3条，白头到老。
4月，两人在鸭庄举办特别婚礼，无高门规矩，仅邀亲友。白慎行以烤鸭腿为聘礼。婚后，妒忌将鸭成贡品，鸭庄成了女子们的庇护所。白慎行辞京官，在江南设行衙，晨起办公，傍晚便换粗布衣裳帮我打理鸭庄账目。小白，我的鸭王梦成了。我的梦也成了。